天开箱的就是苹果最新发布的 Apple Watch Series 9第9代的苹果手表。手表是在9月12号发布会第一次和大家见面，这周五才收到，就给大家来个开箱。包装盒上写着表带是中国制造，而今年的手表是在越南组装的。越南自去年开始生产一些苹果的产品，我从2016年的苹果手表第2代开始使用，自那之后手表也成为了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。2代在2019年升级到了5代，那个开箱视频在频道里应该还能找到。其实第5代在今天也不是非更新不可，和第9代相比，第5代最主要的是没有血氧测量，也没有更加准确的排卵期预估，毕竟第5代已经用了4年了，大家一直诟病苹果的电池问题，也是我需要换代的理由。有时锻炼时长久了，一次充电无法保证一整天的用量。铝金属的表盘这次有5种颜色选择，分别是粉、黑、银、星光和大红，我一如既往的专一的选择了粉红色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苹果从哪一年开始停止提供充电头了？2020年，也就是 Apple Watch Series 6第6代开始不再附带了，所以现在的包装比第5代轻便不少。从第7代开始都是使用了 USB Type-C 的快充，电池从0到80%大概需要45分钟。官网的20瓦充电头售价$19，这就是环保的代价。我购入的是最基础的铝金属41毫米的 GPS 版本，原价$399，外加2年$79的 Apple Care Plus。苹果手表目前的产品线有3种，分别是 SE 版本、普通版本和 Ultra 版本，可以理解为针对学生党、普通用户和高级用户的3种产品线。SE 的版本我是不会选择的，很多人觉得 SE 相当于前几代的普通版本，那就错了。有一个对我来说非常实用的功能 SE 是无法实现的，那就是 ECG 的心电图功能。话说在我得新冠期间，快速 ECG 正常报告还是给了我很大的安抚。表带因为前几代包括维克的手表我们试了许多不同的款式，最后发现对我们来说最舒服的还是耐克的联名款，多孔的橡胶材质更加舒适透气。而和以往耐克表带的设计不同，这次不再单色调，而是在表带上附带了极具泼墨感的艺术色彩。表带可以说是把 Apple Watch 个性化的另一个方式，官网上的各种材质各种颜色的选择已经可以说是挑花了眼，只是$49起的价格我也不会有收集的欲望。当然很多朋友也推荐使用第三方价格更加具有吸引力的表带，你如果用过比较好的品牌，别忘了评论区分享给大家哦。也有朋友好奇第9代有什么新功能值得换吗？从 iPhone 这些年的变迁，大家也不难看出苹果各个产品线可以说都是有些挤牙膏的迭代更新。不过也不是我为苹果说话，就普通人来说，多少比例的人群会1年一换？我相信苹果内部有数据的支持，知道广大消费者平均的迭代更新的年数。大家也可以评论区告诉我，一般情况下同一种科技产品，比如手机、电脑、手表，你们都是平均几年一换的呢？那对于品牌来说，每一年做重大更新的投资回报率大吗？那我的意思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已经有第8代手表了，我不建议你更新到第9代。目前看来，第9代的主要更新在于最新发布的 Double Tap 的手势功能，可以让用户在一些日常操作中解放第2只手。这个功能足够吸引人，不过需要等待10月的新系统更新才能进行实际测试。不去细究每代之间的硬件区别，有一个方法我个人觉得比较适用，就是看官网以旧换新的价值推算，看看每一代往前一代掉多少价格。以手表为例，建议不要超过4年更新，也能保证旧的一代在二手市场保有一定的竞争力。乍一看新旧2款还真没啥区别，新款的表盘微乎其微的大了一丢丢。苹果生态圈有一点我是又爱又恨，就是旧款的所有设置都能完全反映到新款上，同步好了以后突然分不清我到底是买了个新表吗？虽然用了4年，对旧手表也有了感情，但是东西不用就体现不出它的价值了。旧款也需要在二手市场发光发热。于是翻箱倒柜找到了第5代的初始包装盒，看到它无比亲切，又感觉回到了4年前第一次将它开启的时刻。那个时候表带和表都是中国制造，旧手表和手机锻炼的同时也清理了它的记忆。当年怎样激动地将一个个配件取出，现如今又以怎样的心情将它们一个个归置回去。希望很快它能找到它的第2个主人，用尽它的剩余价值。这也不禁让我去思考，曾经二手市场出的一个个产品，它们现在都在哪儿了？